这集帮你带来许多人敲碗的 S20Fe 5G 以及 A52s 5G 的选购建议。两只手机都可以说是三星在规格上有诚意的机种，并且 A52s 5G 以及 S20Fe 5G 目前也都已经在售价上的甜蜜点，算是近期许多人询问的热门选择。刚好最近也在双11期间，大家可以把握优惠。如果有买到什么或是看到不错的优惠，也可以到帮你的社团一起分享。为了这个影片，我们也花了蛮多时间在做各种优惠组合的功课。等一下也会在影片提一下，目前帮你在三星商城看到比较优惠的选择，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所以今天帮你会带大家细部来看两款机型的差异，以及重要的选择影响项。除此之外，节目最后也会带大家来看同样也是许多人询问的 M12以及 M32选购建议，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看到 Galaxy A52s 5G 以及 S20Fe 5G 的外观，两者在设计上 A52s 5G 整体会更加简约活泼，而 S20Fe 5G 则是轻旗舰定位的机种，整体设计更加利落，在手边上也来得更加圆润，手感会更好一些。值得一提的是，两只手机都支援了防水防尘，可以更无忧的使用。S20Fe 5G 达到 IP68， 而 A52s 5G 则是 IP67。机身配置上，两者都采用了双 SIM 或单 SIM 加 microSD 的32设计，只不过 S20Fe 5G 采用的是双面放置，而 A52s 5G 这边则是保留了 3.5mm 耳机接孔，会是两者在机身上主要的差异。随附配件部分，两者基本相同，在出厂时都已经贴好了保护贴，也随附了透明保护套，以及15瓦充电组。这边要提一下的是，A52s 5G 以及 S20Fe 5G 事实上都支援了最高25瓦快充，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额外加购。帮你稍后也会提供完整充电测试让大家参考。接着帮你直接带大家来看最主要的差异部分，也就是效能。帮你手上的 Galaxy S20Fe 5G 搭载旗舰定位的 Qualcomm Snapdragon 865，搭配 6GB RAM 以及 128GB ROM。同时 S20Fe 目前也有8+256的选择，帮你自己建议预算足够可以考虑直上8+256的版本。帮你目前有看到比较优惠的是官方的三星商城双11的优惠，在11月13当天直接折11111，不到15000就能入手，也比市场价低了1000元左右，应该算是目前看到的最低价之一，算是比较甜的。尤其大家也知道，官方通路有延长到2年保固，算是小亮点。大家这几天也可以多看看最优惠的价格，欢迎再帮你社团回报跟大家分享。而 Galaxy A52s 5G 则是搭载近期中高阶表现非常不错的 Snapdragon 778G， 这颗处理器的完整实测也可以参考帮你的 A52s 5G 完整评测，搭配 8GB RAM 以及 256GB ROM。帮你也简单带大家看一下效能上的差异，究竟两者该怎么选择。为了测试更加准确，帮你也透过最新的系统版本进行测试。首先看到 Geekbench 5的跑分测试，可以看到 A52s 5G 单核性能大约落在771分，多核2916分，而 S20Fe 5G 在单核则是拿下了850分，多核则是达到了3259分。两者 CPU 效能的差异大约落在10%左右。可以看到这次中阶定位的778G CPU 效能提升真的有感。图形效能部分，帮你也实测 3D Mark Wildlife。S20Fe 5G 的表现还是有高于778G 57%的效能输出，在更重度的 Wildlife Extreme 差异更进一步来到了63%。所以如果有重度游戏需求的朋友，搭载 Snapdragon 865的 S20Fe 5G 会是更好的选择。接着帮你也简单进行游戏实测，首先是 PUBG M， 目前在 HDR 模式下 A52s 5G 最高支援40fps， 而 S20Fe 5G 则是可以达到60fps。两者差异就是游戏方针对不同处理器效能，选择开放不同的画质设定。在连续玩30分后 ，S20Fe 5G 平均达到57.9fps， 而 A52s 5G 平均帧数落在39.8fps。这就是经典的例子，778G 应该可以跑出更好的表现，但因为游戏帧率上限的限制，所以最多也只能跑满40帧。因此在选购前也可以确认一下自己主力游戏的支援状况。两只的温度表现也都在正常范围内，
A52S 5G 最高温落在背面33.3度 ，S20FE 5G 则是37.9度，温控在 PUBGM 中没有太大压力。而在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20轮压力测试中 ，S20FE 5G 达到 91.3%，A52S 则是拿下了 99.6%。不过，毕竟 S20FE 5G 使用的是旗舰处理器，即使在最低一轮，相较起778G 还是有 46% 的效能提升。整体来说，如果是以效能作为考量前提，搭载 Snapdragon 865的 S20FE 的确会是更好的选择。最后完整跑分结果，欢迎参考以下表格。而在续航上，两只手机都搭载4500毫安时电池。在邦尼新版的续航测试中 ，S20FE 5G 设定60赫兹，拿下了11小时13分 ；A52S 5G 则是达到10小时56分。120赫兹下 ，S20FE 5G 达到9小时21分，而 A52S 5G 则是拿下了8小时53分。可以从结果看到，在邦尼几次测试中 ，S20FE 5G 续航都更好一些。这可能跟 S20FE 多次系统更新在电量上最佳化的表现有关。其实，在去年的测试中 ，S20FE 表现就已经非常不错。日常使用的话，邦尼建议两只都可以维持开启120赫兹的设定，1天1充没问题。不过，若是重度使用者，可以再依照习惯斟酌切换。顺带一提，提醒刚入手新机的朋友，建议使用2到3周以上，让系统根据你的使用习惯最佳化省电。后续再观察电量表现会更准确。当然，想手动调整省电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可以在电池设定中找到背景用量上限，接着将不常使用的 App 加入到休眠或深度休眠。不过要注意，加入的 App 可能无法跳出通知，所以把不常使用的 App 全部加入就好。其他 App 系统则会自动学习你的使用习惯。而在充电测试上，两者都支援最高25瓦快充。不过随附的充电器是15瓦，需要的话要额外加购。在邦尼的0到100%快充测试中，两只在15瓦下大约都在1个半小时左右充满；而在25瓦快充测试中，两只30分都能充到 55% 左右。完整充满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算是三星一贯的表现。两者在充电上唯一的差别是 S20FE 额外支援了气无线充电以及无线电力分享。可以充耳机或帮其他手机反向充电，而 A52S 5G 则是不支援无线充电。系统上，两者都可以更新到 One UI 3.1。S20FE 在历经了这段时间的更新后，整体体验也流畅许多。两者也都支援连接至 Windows， 你可以直接透过电脑开 App、看简讯、打电话等等，在收验证码时非常实用。同样有深色模式、Always on Display 以及全萤幕手势。可以透过左右两侧返回。比较重要的差别是，两者虽然都支援 Samsung Pay， 不过 A52S 5G 不支援 Samsung Pay 悠游卡 ，S20FE 5G 则是有支援。同时 ，S20FE 5G 毕竟是旗舰定位的机种，所以也支援了可以把手机输出的画面变成类似电脑界面的 Samsung DeX， 也支援无线版的 Samsung DeX。声纹安全辨识部分，同样支援萤幕下指纹以及脸部辨识。在速度上 ，S20FE 会更快一些。去年评测时就有看到 S20FE 的光学指纹辨识，以三星系列来说是快的。同时，光学萤幕下指纹也比较不容易受到玻璃贴影响。而在相机部分 ，S20FE 5G 有上到下分别是 f2.2 1200万超广角镜头，接着是 f1.8 1200万广角主镜头。采用跟 S20 以及 S21 同样的 f1.8 1.7寸的大感光元件，支援快速对焦，并且同样有 OIS 光学防手震。最后一颗则是 f2.4 800万画素的3倍光学长焦镜头，最高支援30倍数位变焦，整体规格都更接近旗舰。而 A52S 5G 则分别是 f2.2 1600万的超广角 ，f1.8 6400万主镜头，同样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在这个价位带可以说是非常稀有的硬体配置。简单来说，光学防手震就是透过镜组的反方向移动修正，减缓手抖状况，可以更好的减少夜拍时模糊的可能。接着则是2颗战略型镜头，包含 f2.4 500万景深镜头以及 f2.4 500万微距，没有长焦。以下邦尼也直接提供样张对比供大家参考。
而在夜拍上，两支同样支援了夜间模式，不论是自拍、主镜头或是超广角都可以使用。以下帮你也提供样张。录影部分 ，S20F1 主镜头最高支援 4K 60fps 录影，超广角则是 4K 30fps。A52S 则是最高支援 4K 30fps 录影，两者也都同样支援超稳定防手震，以及拥有类似峰值对焦的专业影片模式。不过 S20F1 额外支援的滑顺变焦，以及把蓝牙耳机变成类似 mini 麦收音麦克风的功能。以下帮你也提供一组 4K 30fps 录影的样片。最后，我们看到影音娱乐，两支都是采用 6.5 寸 Full HD Plus 120Hz 的 Super AMOLED 萤幕，显示效果都非常不错。而在亮度部分，经过邦尼的强光下全白萤幕亮度测试，两支手机都能简单达到700尼特以上的亮度，在太阳下使用也不会有太大问题。此外，经过邦尼实测，两支手机也都能支援 YouTube HDR 串流。值得一提的是，S20F1 需要留意先前网络上有误触问题的回报。虽然在邦尼的实测中没有遇到，不过大家在入手前还是斟酌一下。目前看邦尼讨论区版友新开箱的回报，都会是建议朝向新批次的版本入手会更好一些。当然不放心的朋友，邦尼会建议就朝向其他机型选择。音效上，两支同样搭载双喇叭，邦尼以下也提供一组测试。整体来说 ，S20F1 5G 以及 A52S 5G 确实都正在价格上的甜蜜点。尤其这几天，大家也知道各大通路有非常多优惠活动，邦尼自己也是买了很多东西。现在的确可以看到蛮多漂亮的价格，大家可以把握剩下几天的优惠时间。对 S20F1 或 A52S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三星商城这次的双11活动时间。选购建议部分，以这两支对比的话，整体来看 ，S20F1 5G 还是更加均衡的选择。但就是先前的触控问题，大家需要斟酌。若是准备入手，可以朝向选择新一点的批次。而在选择上，虽然说 S20F1 整体更好，但跟 A52S 5G 的价格差距也来到了5-6千元左右。所以，如果是以够用的角度来看 ，A52S 5G 就已经可以很好的覆盖日常使用需求，顺用没问题。120Hz 双喇叭、防水、OIS、Snapdragon 778G。该给的、少见的也都给了，尤其跟 A52 相比 ，A52S 5G 价格一样没有调涨，算是目前三星中阶定位机种蛮有诚意的一款。而若是有游戏效能、常拍会议记录、拍黑板、Samsung DeX 这些更进阶需求的朋友，就会进入 S20F1 5G 的范围内，那就可以往上选择。其他测试细节，邦尼前面都有带来非常完整的测试。更详细的评测，也可以参考 A52S 5G 完整评测以及 S20F1 5G 完整评测两支影片。最后的时间，邦尼也快速带大家看一下三星网络读卖系列 M12 以及 M32 的实测重点。外观部分，两支都有 3.5mm 耳机接孔，卡槽也都是给好给满，不用选。效能部分，单核 M32 达到 M12 的2倍，多核则高了 20%。图形部分则是高了 45%。预算足够，建议直上 M32， 不论是游戏或系统体验，都会有感的更加顺畅。续航部分，两支都有超过10小时的表现，一天一充都不用担心。快充部分 ，M12 最高15瓦，0到100%大约2小时20分充满 ；M32 最高25瓦，大约1小时27分就可以充满。系统部分，两者都是 One UI 3.1。
M32因为采用 Super AMOLED， 所以支援 Always On Display。M12 不支援 Samsung Pay，M32 支援 Samsung Pay， 但不支援悠游卡。生物辨识部分，两只都是支援实体指纹以及脸部辨识。在速度上，实体指纹算是成熟选择，没有太大问题。萤幕部分 ，M12 是6.5寸的 HD Plus 90Hz 的 POS TFT LCD 萤幕。不过虽然有90Hz， 但受限于 LCD， 还是会有可见拖影。而 M32 则是6.4寸 Full HD Plus 90Hz 的 Super AMOLED。整体来说 ，M32 的萤幕表现会是有感更好的，同时90Hz 的 Super AMOLED 也比较不会有明显拖影。相机上，两只都是主镜头、超广角，搭配景深微距的战略性镜组。M32 则是有夜间模式，以下帮你也直接提供2张。整体来说 ，M12 跟 M32 帮你会认为就只上 M32， 搭配上最近的优惠活动，多一点点的价格就能在系统流畅、显示效果以及效能上有感提升。而在优惠上 ，M 系列因为是网络独卖的机种，所以在各大通路价格相差不大。以 M32 来说，目前帮你自己看到比较建议的买法是双11当天在三星商城入手，可以透过 LINE 购物拿导购11%回馈。接着参加双11当天下单，满5000送 Smart Tag 的活动。同时，因为是在官方通路购买，也可以有1年的延长保固，总共2年。如此一来，就可以11%回馈 ，Smart Tag 跟2年保固全拿。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有任何帮你没说到或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